嗨，这里是 Dimi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把这个由 JDR 出品的这个12孔半音阶口琴，入门级别的 GM0648。那这款琴我已经打开来用一阵子哈。那接下来要调整这一把是琴友购买的。那因为之前拆装盒子的时候有发现它做的非常刚好，所以我刚事先已经用美工刀把这个盒子拆开来，这样会看起来稍微整齐一点。好，那我们就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款琴。它的盒子的盒装部分是用类似眼镜盒的这种方式，它是有点紧，它有点磁吸型的，不过它可以很牢固的把你的琴扣住。你应该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就类似我们的眼镜盒。好，那我们把琴打开，里面有一块这个一般会附的这种试琴布，用不到，我们先放旁边。好，然后口琴盒子内部。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口琴的样子。好，来看一下口琴它的外观，来对焦给大家看一下。好，外观的部分你会发现它的盖板是有做弧度的设计，然后上面是刻数字，1到12。好，那上下盖板，然后琴的底端有这个字样，琴的底端有 JDR 的这个字样。好，按键的部分，这个出题也蛮顺的给大家听一下，没什么按键的声音。我的录音机放在我的前面，我就按这个按键给大家听一下。没什么声音，很不错，然后顺畅度也还算可以，就是我觉得它在一般入门级别的琴里面算是很顺畅的。好，然后握持的感觉，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有弧度设计的这种盖板，因为我觉得它可以非常非常好的贴合我的手。好，那试吹一下那试吹之前，因为天气比较冷所以我们暖个琴。在高音的这个地方，它胶片可能有一点点不平整所以会有这个一点点的声音。等一下我们一样把它处理掉。小音量的时候非常灵敏。好，我们试一下大音量。这个落差蛮大的它大音量可以做到很有张力好，那我们试一下这个间距。好，在中低音区的地方会有一点塞。好，试一下升高半音。好，一样是中低音域的部分好，那我们拆开来调整这把琴。这支影片我主要会以记录的方式呈现那如果有兴趣的琴友，你可以看其他支影片我会有另外一支影片比较详细的来开箱一下这把琴。好，那目前这支影片就是以记录性质好，盖板拆下来之后，你会有撑片跟这个 Suzuki 的半音阶口琴一模一样撑片在这里2块。好，那盖板的内侧，好，给大家看一下盖板的内侧，好，然后外侧 ，OK， 好，那接下来就是胶片的部分来给大家详细看一下这把琴。好，你会发现它胶片用的比较类似 Honor 的这种胶片，就是内层是有这种颗粒纹的。好，那它在高音的地方是没有贴的，好，高音的地方是没有贴。贴低音区的这个胶片。好，那刚吹的应该是好收这个音。好，等一下我们调整一下。好，然后我们肉眼检查一下间距间距有一点点的不平均。好，这个我们只要微调一下就可以了。好，把它调到比较好的样子。好，间距它会影响到你在吹口琴的时候。你用一样的气息，那有时候簧片会塞住，
或者是用一样的气息，它的音量大小会有落差。那如果是左右两边的间距差太多的话，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会稍微调整，让它平均一点。看一下下侧，好，一样，我会把低音的地方再间距调大一些。因为刚刚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到，我在吹低音的时候明显会有闭环，所以我会把它调大。好，这样稍微顺一点。好，我们现在调整的是吸气音的部分。好，那因为在正常的演奏状况下，你不可能是非常轻松的去吹口琴，所以你一定会用到一些技巧。所以我会习惯把间距再稍微调大一些，让自己在吹这技巧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就是操作。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拆这把口琴。打开来，它的这个螺丝的安装方式跟 Suzuki 蛮像的。那前端多了2颗螺丝会比较牢固的去固定这个簧座板。理论上气密度会好一些，会比只固定后端的会好一些。好，来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好，快速看一下内侧的胶片。好，给大家看一下内侧的胶片。基本上跟外侧是完全是相同的。好，那内侧在这里有贴胶片，高音区有贴胶片。那刚刚听到的杂音就是从这边传出来的。等一下我们来解决它。高音的收的胶片不够贴平啊，不够贴平。好，然后琴身内侧也给大家看一下。来，弹簧在这里。那它优势啊，它高音所以好吹就是它原装的时候已经帮你填好高音的风道，也就是你在网络上买那个高音的插件装上去，它原本就已经帮你装好了。但是它中音区还是会有留这个模具的痕迹。那高音区已经装好了，所以会好吹很多。好，那其他部分应该就跟一般的塑胶的琴是类似的，没有什么差别，给大家看一下。好，正上面下面都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调整这个簧片。刚在吹的时候有觉得几个音高不够准。那在调整音高之前，我会先粗略检查一下它的间距，因为间距也会影响音高。好，所以我会检查一下它的间距，也是一样把它调整平均一点。好，下排的簧板。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调音。那冬天调音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簧板如果太冰冷的话，会很容易会附着这个水汽。所以尽可能的话，尽量是稍微暖一下簧板，那让它不要这么冰冷，你再进行调整，这样状况会比较好。好，接下来我要把这把琴调整到443的音高。好，那我们就拿手机的调音器给大家看，这个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它虽然不是很专业的仪器但是它也足够一般琴友所使用。好，那我通常会先调内侧的吹气音，好像这个哆就偏高，那我们就把它调下来。我刚刚在调整这个音高的过程中，我顺便手动处理了一下它的胶片，一个很微小的动作，因为胶片在覆盖不完全的时候就会有杂音。那如果是覆盖不完全这个问题，在低音或背低音的时候会比较常见。那在最高音的地方，2个孔也很常见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要透过手动的些微调整，去让这个胶片尽量去服贴簧板。好，那我们再试一下。好，刚刚那个
叽叽叽的声音就不见了。好，最高音有一点太高了，我们把它调下来一点。好，这样我们就把上排的黄板调整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调整下排的黄板。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内部吹气的簧片调音。好，那调音完之后，我们要做最后这个吹气的内部这个簧片间距。因为在调音的过程中，我们多少一定会影响到间距，所以我要再次确认一下这个间距是看起来是顺的。然后等一下在实际试吹的时候，我们再做第二次的调整。好，那我们先来处理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步骤，把琴先装回去，然后再来调整吸气的部分。千万要记得先装弹簧，不然你到时候全部螺丝锁上去，发现弹簧在外面，那这时候就非常尴尬哈。所以弹簧先装。装回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吸气的音高。好，那调完音之后，一样我们要再次确认簧片的间距。这个收还是有问题，好，我们接下来换这个收的胶片。口琴这个胶片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半音阶口琴的问题。那大部分会遇到问题都是覆盖不完全，例如你在吹快速交替的时候会有啪啪啪的声音啊，或者是像这个。这种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那不管你是买日本琴、德国琴，其实都一样会有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这个胶片。那我想说，因为它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非常平整，那我就干脆直接把它换掉。好。这样就没有这个声音了。好，透过我们更换胶片，那这个杂音就解决了。好，所以实际上啊，在买琴的时候，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你自己没办法处理的问题。那如果你今天选购的是有帮你确认过的这个口琴，那就会减少非常非常多这种小问题，包括音准不准啊，或者是间距不平均。好，那间距不平均，它会影响到有时候你会用一样的气或类似的气息去吹左右的音，就发现它们的音量差很多，或者是吹感差很多。好，所以如果今天你可以选购一款已经帮你调整过的琴，不管你买的是入门琴、高阶琴都是一样，如果已经调整过的，那它就会减少这种问题的产生。那包括胶片也是一样，像刚刚这个胶片，一般琴友你其实比较难去自己处理，你也没有材料可以处理。那如果你选购的是已经调整过的，我就可以在帮你开箱测试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问题，那我就会帮你处理掉。那不管是任何厂牌的琴，都有机会会有这样的问题。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装回去。好，装上去之后，接下来要装盖板，要记得先上这个撑片。撑片的部分先把它装上去。好，接下来装上下盖板。要记得上盖板是有数字的，依在一般的口琴上。然后下盖板，
然后接下来上螺丝以及它的螺母。那我个人习惯我会把螺母装在下侧，螺丝装在上侧，因为这样比较不容易会打到弹簧。那不同厂牌的琴它可能设计会有点不一样，那我都是维持这样的逻辑去装的，就是螺母放下侧，然后螺丝放上侧。好，然后我们试一下。这支是我自己前阵子开箱使用的。好，琴使用一段时间，它音色还是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你吹一阵子，它簧片开始会进入巅峰期，那个声音会听起来比较好听一些。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调整。好，那接下来要寄送之前，我会在清理这把琴，吹嘴拿去刷洗，重新上油。好，那确认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才会把这把琴寄给订购的琴友。OK， 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先到这里。那如果你有对这把琴有任何兴趣，欢迎联系我。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留言区发问。OK， 这里是 Dimi Studio， 我们下次见，拜拜。